你以为频率的提升要靠不断突破，奋力前进，把自己推到极限。你以为只要够努力，宇宙就会加速奖励你。你以为只要比昨天更进步一点，更正面一点，更高频一点，一切愿望就会流向你。但你发现，这样的努力让你越来越疲惫，你的日子被该做什么塞满，你的心却被还不够的念头困住。你一边调整呼吸，一边焦虑结果，一边练习冥想，一边怀疑自己怎么还没改变。你越努力想变得更好，频率却反而更混乱。不是因为你错了，而是你忘了，频率的提升不是靠努力，而是靠自我接纳。宇宙从来不需要你证明自己够好，它只需要你回到你本来的样子。那个样子可能有点怕，有点混乱，有点尚未完成，但也足够值得爱，值得承接，值得被回应。接纳自己不是放弃成长，而是终于停止与自己对抗，终于愿意看见此刻的自己也有存在的意义。当你愿意对当下的自己说，这样的我也很好，我不需要完美才能被爱，我不必到达某个版本才配得拥有想要的，你就在重置你的频率。因为真正的高频不是紧绷的正向，不是压抑情绪的乐观，而是一种平静、温柔、稳定的信任。那信任是对自己的全然允许，允许自己还在路上，允许自己还不确定，允许自己有时候会怀疑，有时候会慢，但仍然值得前行，仍然值得拥有。神经科学研究也指出，当我们进入自我接纳的状态，我们的大脑会释放更多催产素与多巴胺，这些会稳定我们的情绪系统，提高创造力、连结力与决策品质。换句话说，自我接纳不只是情绪上的温柔，它是真实改变频率的起点。你不用努力变成什么，你只需要回到你的中心，看见你此刻的样子，也可以成为通往显化的容器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感觉到身体开始放松，呼吸开始顺畅，能量开始流动，世界也会不再紧绷地逼你前进，反而温柔地说，我一直都在等你对自己温柔一点。因为当你愿意接纳自己，你就不再把能量浪费在批评与怀疑上，你开始把能量用来对齐与创造。这时候，机会、连结、灵感才会真正涌入，因为你的频率已经回到稳定、清澈、有容量的状态。频率不会因为你强迫自己而提升，它会因为你愿意放下对自己的苛责而悄悄转换。所以，你不需要更努力，你只需要更温柔。你不需要做更多，你只需要少一点对自己的要求，多一点理解。当你对自己说，这样就好，我愿意陪自己一步一步走，你正在让频率稳稳升起，不是轰然的炸开，而是静静的上升，稳定且持久地。那才是真正的显化状态，不是匮乏里的拼命追逐，而是稳定中的自我允许。你可能曾经努力想要吸引更好的关系，更多的金钱，更自由的生活。你读过许多书，学过许多方法，你写下愿望清单，练习视觉化，你问自己为什么显化总是不够快，总是不稳定，总是不完整。你以为是因为你还不够具体，还不够积极，还不够相信。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技巧，而是出在你还不够爱自己。不是你不想爱，而是你还没学会怎么爱自己。你仍习惯怀疑自己的直觉，习惯在失败时苛责自己，习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，习惯觉得我应该要更好一点，才能值得被回应。于是你一边显化，一边怀疑，一边许愿，一边缩小，你对自己没有100%的肯定，那能量就会卡在中间，
一半想前进，一半在后退。你越不爱自己，能量就越断裂；你越懂得爱自己，显化就越流动。爱自己不是自恋，不是骄傲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，而是你愿意真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在痛的时候不批评，在乱的时候不贬低，在迷惘的时候不急着叫自己快点振作。爱自己是一种允许，允许你是此刻的你，不是某个理想的版本，也不是某个社会期待的样子，而是你如实如是地站在当下，就已经配的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当人进入自我接纳与自爱的状态时，大脑会释放更多安全感与信任感的化学物质，这些会让你的整体能量变得稳定、开放、具吸引力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自爱会直接影响你的显化磁场。爱自己的人有一种柔软却坚定的气场，他们不急着证明什么，不急着达成什么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愿望出自真心，宇宙一定会带路。而那些路不会通往焦虑与压迫，只会通往更多理解、更多信任、更多平静。那正是显化真正的方向。你可以问问自己，当我在等待愿望实现的过程中，我是在支持自己，还是在批评自己？我是在相信自己，还是在怀疑自己？如果你在等待中感到焦虑、无力、痛苦，那是提醒你该回头看看自己了。显化之路的源头从来不是外在的愿望，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。当你开始真正爱自己，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不再追逐错的方向，你会更愿意为自己设界限，不再耗损能量，你会更容易看见机会，因为你相信自己值得承接。那时候，显化就会像水流一样，不再急促，不再拥堵，它会自然地流过你，淋过你，穿透你，你不用追，它会来，因为你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接住你自己，宇宙才会放心把更多美好交给你。请你记得，显化不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，是你与自己爱的练习。爱自己是最大的显化力。当你越懂得爱自己，你就越不怕失败，不怕等待，不怕慢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值得，你够好，你会遇见。你以为奇迹是来自宇宙突如其来的眷顾，来自某个机缘巧合，某个命运的转折，来自一种刚好和幸运。但你从未真正怀疑过自己是否给过奇迹进来的空间。不是机会不来，是你看清自己太久了。你以为看清自己只是偶尔的怀疑，只是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，只是谦虚一点，不敢太张扬。但其实每一次你贬低自己，怀疑自己，缩小自己，你都在对宇宙说，我还没准备好接住奇迹。宇宙不会强迫你接受任何东西，即使那是你最渴望的美好，它只会在你准备好认可自己的那一刻，才轻轻把那些丰盛送进来。你说你想被爱，想被看见，想被支持，但你心底却常常悄悄地说，我哪配得起这样的幸福？我真的值得那样的生活吗？还是算了吧，我也没那么特别。你以为只是想得保守一点，其实是你在用能量把门关上。宇宙只会将丰盛送进开着的频率里，而自我贬低是最强大的频率屏蔽器。当你看清自己，你不只是否定你此刻的样子，你也在否定未来那个闪闪发光的可能。你无法拥抱奇迹，因为你不敢相信自己值得奇迹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长年以来被批评、被比较、被忽视的结果，是你在无数次期待落空之后对自己的保护壳。你习惯说不要太期待，才不会太失望，但你没发现，你每一次压抑期待的同时，也在缩小愿望进来的入口。
真正的转变从不是外在的突破，而是你在内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，我不再看清我自己了。当你开始这么做，你的身体会开始放松，你的心会开始打开，你的振动会开始扩展，你的频率会慢慢上升到那个能承接奇迹的状态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一个人开始认可自己，他的大脑会激活新的神经回路，让直觉更敏锐，选择更果断，行动更一致。你会更容易看见机会，相信缘分，拥抱支持，因为你不再处于自我怀疑的防卫状态。那时候，奇迹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你允许它终于可以靠近了。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遥不可及的人事物，其实都在附近等你，等你愿意把能量的门打开，等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我值得被选择，我值得过我想要的生活，我值得被宇宙温柔对待。你不用变成谁，也不用证明什么，你只需要放下看清自己的习惯，你只需要停下那些让你缩小的念头，你只需要轻声地承认你自己也有光，也有爱，也有值得拥有的一切。那时候，奇迹才会像水一样流进来，不带压力，不带质疑，只因为你终于愿意说一句，我可以接住了。你或许从来没想过，那些在心里一遍遍对自己说的话，其实就是你对宇宙下的指令。你说自己不够好，你说自己怎么又失误了，你说自己太慢、太懒、太没用，你责备自己一次又一次，以为那是让自己进步的方式，以为那是成长该有的鞭策。但你没发现，你每责备自己一次，其实就是在对宇宙下错了一道命令。因为宇宙不会分辨你说话的语气、动机或意图，它只回应你所传递的频率。你说我真笨，宇宙只收到笨这个震动。你说怎么总是我搞砸，宇宙听见的是我等于搞砸。你说我怎么还是没用，宇宙便开始围绕你组成没用的实相。宇宙不是不爱你，它只是诚实的回应你给它的信号。所以，当你一次又一次责备自己，你不只是让自己痛苦，更是在建立一种慢慢强化的磁场，让类似的情境与经验不断循环发生。心理学早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内在的语言会成为他的自我概念，而自我概念会主导他所吸引的现实。你怎么看自己，世界就怎么看你；你怎么对待自己，宇宙就怎么安排剧本。你以为责备是爱的表现，以为对自己严格才能变强大，但真正让你强大的，不是批判与否定，而是理解与转化。你可以做错，但你不需要因此把自己贴上无能的标签。你可以迷路，但你不需要说服自己，我就是一个没方向的人。因为每一次你否定自己，都像是对宇宙大声宣布，我不值得更好的版本。你说出口的每句话，不只是对自己说，也是在设定未来的方向。当你开始对自己说，我还在学习，但我正在进步。这次没有做好，但我愿意再试一次。我虽然不完美，但我还是值得拥有幸福。你就在调整你的语言频率，让宇宙接收到新的讯号。那些讯号不再混乱、尖锐、低频，而是温柔、稳定、有信任感。而这样的震动，才是显化真正的泉源。因为宇宙只听得懂频率，听不懂责骂与羞辱背后的关心或爱。你怎么说话，决定了你怎么创造。你怎么看待自己，决定了世界怎么对待你。请你记得，每当你想责备自己时，先停下来，问一句，我这样说，是在下什么样的指令？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式，你可以用理解代替苛求，你可以用鼓励代替羞辱，你可以用接纳代替否定。这样的语言
才会引导你走向疗愈与显化的路。你不必害怕犯错，你只需要学会对自己温柔，因为真正能创造奇迹的能量，从来不是来自于批判，而是来自于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我还是值得，哪怕我还不完美。当你这么做的那一刻，你已经改写了与宇宙的对话。你重新下了一道全新的指令，我是值得被支持、被成全、被爱的存在。你总是在赶路，赶着成为更好的样子，赶着完成目标，赶着达成梦想。你担心慢了会错过，担心停下来就被拉远，你以为快才是对的节奏。但你感觉到内在开始混乱，你努力却感到卡住，你推动自己却越来越疲惫，你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你怀疑是不是宇宙没听见你。但你没发现，是你没有听见自己。不是宇宙不回应，是你的节奏与内在失去了同步。你用外在的时钟衡量成就，却忽略了内在的心跳也有自己的时间。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频率与节奏，有人是快板，有人是慢板，有人适合奔跑，有人适合沉思。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跑多快，而是你有没有在自己的节拍上。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节奏，宇宙才会同步你的节拍。真正的显化不是越快越好，而是越准确、越对齐、越稳定。你可能正在走一条看似慢的路，但那条路有你需要学会的深度、柔软与理解。而你一旦愿意放下比较，放下赶路的焦虑，开始真正的活在自己的节奏里，能量才会稳定，才会让你接收到宇宙的讯号。神经系统有一个特性，叫做节奏调节 （rhythmic regulation）。当我们进入与自己同步的节奏时，大脑会自动调整压力反应，让我们感受到平静、清晰与创造力。这个节奏不是来自闹钟或进度表，而是来自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你可以问自己，我此刻真正的节奏是什么？我是在为谁而赶？这个节奏是我选的，还是别人给的？尊重自己的节奏，不代表你不努力，而是你用不勉强的方式完成你该走的路。你开始允许自己慢下来，喘一口气，停一下，在午后的阳光里只做一杯茶，只读一页书。你不再急着追赶所有人的步伐，你开始走自己的路，用自己的速度。那时候你会发现，宇宙没有落下你，只是等你落回你自己。你开始感受到灵感回来了，机会变得刚刚好，对的人、对的讯息、对的门，一一在你对齐自己的节奏之后出现。不再是抓，也不是拼，而是对齐，是共振，是同行。请你记得，你的节奏是宇宙为你量身打造的旋律，只有当你尊重它，宇宙才能听见你，才能加入你，与你一起谱写未来。当你愿意说，我不再比较，我选择听见自己，你就在唤醒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同步机制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慢一点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是在对的节奏上，宇宙就会用对的方式走进你的生命，让你明白，对齐自己就是最快的显化捷径。你一直以为要先变得更好，才有资格过上你向往的生活。你以为要先变得自律、成熟、有能力，才配得那些温柔、自由、富足的日子。所以你不断修正、调整，逼迫自己进步。你把愿望搁置在未来某个你觉得够好的版本上。你告诉自己，等我再稳一点，再正向一点，再值得一点，宇宙就会给我想要的东西。但你忘了，宇宙从来不是以你的表现来定义你配得与否，而是以你是否相信自己现在就值得。你可以持续成长，持续学习，但不是为了换取生活的美好，而是因为你内心愿意更靠近自己。
你不需要变得完美，才配得被爱；你不需要变得优秀，才配得被选择；你不需要变得无懈可击，才配得过上你渴望的生活。这世界不会因为你在昨天摔倒，就夺走你前进的资格；宇宙不会因为你还没解决所有创伤，就否定你的显化力。真正阻挡愿望来临的，从来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不相信现在的你就值得拥有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把爱与价值感建立在我必须达成某些条件之后，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条件性接纳的模式，这会让自我价值绑架在永远追不完的清单上。你永远会觉得还差一点点，还不够好，还不能放松，而这样的频率就是匮乏，就是焦虑，就是抗拒。宇宙听不懂语言，它只听懂你的震动。你震动出我还不配，它就只能给你还没准备好的现实。你越等待更好的自己来解锁想要的生活，你就越错过当下可以打开的那扇门。请你记得，你不是因为变好了才值得，你是本来就值得，所以愿望才会来找你。你可以在还没准备好时被爱，你可以在还不完美时被选择，你可以在还在迷路时就拥有想要的生活。那不是妥协，也不是侥幸，而是一种根源的允许。允许你用现在的样子承接现在的礼物，允许你不再延后幸福，不再以更好的自己作为条件，才能允许愿望落地。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虽然还在学习，但我也值得丰盛。我虽然还有恐惧，但我也值得被爱。我虽然还有混乱，但我也值得拥有平静。这样的信念就是改变的起点，这样的语言就是显化的密码。你值得过你想过的生活，不是因为你达成了某种标准，而是因为你存在就已经值得。那才是宇宙一直想要你记得的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